大家好，我是夏妈。今天中午把辣白菜腌好，就放到厨房的一个小角落里面，让它发酵几天，过2天再来看。颜色和味道我觉得应该挺不错的。我前段时间吃的是在网上买的，就是那个延边的辣白菜，我感觉味道很好，而且它那个配料表比较少，不需要那么多的调料。我今天就试一下，根据自己的理解啊。昨天追电视剧追到凌晨，然后这个辣白菜也是凌晨再来腌的，就把它对半切开，你就切一个那个菜帮子，然后菜叶让你撕下来，每一层菜叶我们都要撒上盐。这个盐是可以加里面的食用盐，也可以是那种腌制盐。两个不同点就是细盐它那个咸度会比较大，你到时候冲洗的时候就要多冲洗几遍。腌制盐哈，或者是我今天用的是买了2年还没有用完的海盐，我基本上是冲了大概有3-4遍的，有倒一点这个水哈，就放进去以后它腌得更透一些。接下来你有空就翻一翻，没空你就不用管它，反正放到那个地方腌制1个晚上。如果天气热你就要放到冰箱，我们这边这几天降温了。早上起来哈都已经是中午了，你给它看一下，每个菜叶子都已经折不断了，非常的软了，基本上就腌透了。你放到流水里面，至少要冲洗个3到5遍，把这个多余的盐分给它冲洗干净，泡一泡，然后再把水分挤干。这一步我还会做一个小动作，就是经验吧。你挤干水分以后，菜叶子啊、菜帮子你都试一下味道，你得了解一下它的情况。如果咸了再去冲一冲，如果淡了，你后面调味的时候还可以多加一点盐，就是说能够避免说太咸太淡。然后这个的话呢，就是粗细的辣椒粉，做辣白菜一定要用这个，我是特意等它到了以后我才来做的。就有2种哈，第一种是这种粗的辣椒粉，它的颜色比较红润，味道又不是很辣。对于我来说，我感觉它是没有什么辣度的。我试过其他的辣椒粉都做不出这个味道。我是1罐全部倒进去了，再倒上几圈的开水。这个动作类似于油泼面，把这个辣椒的这种香味啊、湿润度啊，然后颜色烫出来了。你看一下，还要搭配这个细的辣椒面，这种基本上很细很细的那种，容易附着在这个白菜上面。我看了一下哈，是山东青岛那边的辣椒。这个我就只倒了粗辣椒粉的1半。接下来的话呢，另外起一个锅，倒入2碗清水，1碗糯米粉，先给它们搅拌均匀。没有疙瘩了以后，你就开个中火，把它们慢慢的搅拌成比较粘稠一点的糯米糊。像我们之前，我可能5-6年前做的话呢，就会遇到一个情况，就是你腌好的辣白菜那个水分特别的多。那这个的话呢，我们要把这个糯米糊就有点像年糕的这个状态，减少水分，加进去就会好很多。还剩下一小部分我没有放了，我自己留着给自己当个中餐吃，放点牛奶呀、白糖一些调料，就有点像麻薯了。这个糯米糊哈，它有点太烫了，我们先等它冷却，再来进行下一步。反正一环接着一环，一点不浪费时间。生姜啊、大蒜啊，反正大蒜要多一点，其他比例没有啥的。然后这边先把生姜搅一搅，再把大蒜放进去。苹果、梨子可放可不放，你不放它的味道也不差，但是你放了的话呢，它的那个果酸啊、果糖啊，它可能更加增加这种风味。我一样都切了1半进去一起搅的，比较细一点的这种蓉啊，就一定要是细的。苹果、梨子属于水果，它也是可以促进发酵的。加进去以后，你看又有酱料又有水果吃了，整个制作过程中要给自己找点乐趣。我放了一点点盐增加底味，这个是小半碗的这个绵白糖，先放进去，然后味精提鲜。有的会放鱼露，会放虾酱，我都没有放，因为我吃的那一款里面没有。然后还有这个牛肉粉啊，我大概是放了2勺进去，就这些调料，给它们拌均匀就可以了。如果拌不开，水分太少，你就怼一点点开水进去。反正最后的状态就是这种，不会说特别的稀稠，又不会说拌不开。用个干净的勺子试一下味道，不够哪一个就添加哪一个。反正盐应该不会咸的，我只加了一点点那个底味。那个白菜有盐味了，酱料里面就只要一点点就可以了。拌好以后，你就看自己喜欢，想放一点白萝卜就放，香葱啊这些韭菜呀，你就看自己喜欢。有些朋友不放，那腌出来辣白菜难道不好吃了吗？最主要是个辣酱啊，并不是这些辅料。再把我们挤干水分的白菜每一层都抹上这个辣酱，自己做的辣白菜搞定。我没有客诉给到大家，但我想每个流程下来的原因我都跟大家讲了一下，你可以自己去尝试一下，增进一下这个经验。我还特意买了一个这种就是可以放气的这种玻璃罐哈，专门来做这个辣白菜。就是你把它冲洗干净，晾干水分就可以了，全程不碰油，生水都没有关系。你给它放进去，
然后在表面再抹上一点这种香葱啊、萝卜，2颗白菜，一盒大的，一盒小的。大的我们可以腌久一点，你就是说先放到室温里面发酵1天，然后接着放到冰箱冷藏。小的话呢，我可能会放到室温，大概就是2-3天，要现吃的，要等它酸了以后我才会放到冰箱，看自己喜欢哦。反正就我们现在这边的天气是20几度，天气也蛮好的，你们有时间就做一做。盆里边辣椒酱你可以刮出来，煮个年糕啊，煮个火锅多好。我今天就不做了，我也不吃了，我吃完这个我就准备出去逛逛街，看看电影了。今天就这样了哈，明天再见，拜拜。